Come on， 解释。油门，那挪不挪啊 Listen, man, I'm sorry, but the verdict is the 怎么回事？ It's not going to 这位阿姨把房子租给几个美国学生，但那些学生逾期不交房租，也不搬家，阿姨就擅自去家里把人家水电给停了，然后找街打官司，想要回房租，结果被对方反告私闯民宅，不仅拿不回房租，还要倒赔一大笔钱。现在找街理论，你不能走，哎，你不能走 Ma'am 还没解决呢， Let go of me. 不能走，哎， Man, 不能走。 This is America. You have to obey the law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It doesn't matter what country's laws we are talking about. If you lose, you lose. 我可遇见同胞了，你说他们有点太欺负人了，这于情于理也不能我赔他们钱吧？法庭不认情理，只讲法律。啊，那这赔偿款我还得给他们呀？没错。不过我有2个问题，希望您能如实回答我。第一个，房子合同的截止日期是几月份？你想追回的房租又是几月份的？合同到2月份，他们也没有签合同跟我续租啊，只是我们口头上承诺。但是2月份到现在，他也没给我交房租啊。那从合同截止那天起，一直到今天为止，您知道他们还住在您的房子里吗？我知道啊。您确定？您知道吗？那就不知道。如果不知道，那就不是不付房租的问题了，而是他们私闯民宅，并且是在您毫不知情的情况之下，私自占用了您的个人财产。剩下的就不用我多说了吧。哎呀，太谢谢你了！想不到这官司还能这么打。法律是死的，但人是活的。So, are you sure that you want to be meddling in my affairs? This is my case. I guess we have different definitions of the word meddling. And in my view, I'm cleaning up your mess. Listen, just because you have some type of big win rate doesn't mean you can be an arrogant prick. I will take that as a compliment and just do your job. I'm sorry, ma'am. Let's go to my office where we can talk more privately and I can help you. 老大，你刚刚没看见，J的脸都绿了，让他平时总给我们作对。他的脸绿不绿跟我没什么关系，只要这个案子没黄，否则说出去丢的是律所的脸。哎，你少喝一点可乐吧，对身体不好。文祥老师您好，您的新作《和你咬耳朵》刚连载不久就已经占据了各大榜单，听说还有影视公司正在和您接洽版权，可不可以在这里提前跟大家透露一下？首先非常感谢大家对于耳朵的支持。这是一个关于高中时期双向暗恋的故事，很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这个作品。至于版权的事儿，等有消息了，我会第一时间跟大家分享。你看看他是不是涉嫌抄袭啊？好像是抄的。哎，你看，我看一下，他这个有抄袭。谢谢。温香老师，我想请问一下，您是否有注意到网络上对您作品原创性的争议？小说里元旦烟火那段情节、对话，甚至连男主的内心戏都跟写诗人的作品高度吻合。是什么原因导致重合的程度这么高呢？要购买版权的影视公司知道这本小说的状况吗？你之所以能这么高产，难道是因为前面的小说也另有隐情吗？那你怎么看待目前网上的争议啊？各位，我是跟大家一样，刚刚才得知这个消息，希望大家能够给我一点时间，我一定会尽快给大家给自己的作品一个交代。谢谢。温香老师，所以您是否认抄袭是吗？是啊，温香老师，您说一说吧。温香老师，温香老师，留步。温香老师，温香老师，请留步。温香老师，温香老师，回答一下好吗？回答一下。没有证明，温香老师。温香老师，请等一下。温香老师，温香
老师，作为一个坚持了6年的原创作者，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的小说撞到了一个叫《他眼睛会笑》的短片，好多细节都撞得结结实实。文晓老师，你是因为心虚才跑吗？6年了，偏偏这个时候，你为什么呀？文晓老师，文晓老师，麻烦你快下来，可以吗？文晓老师，您现在是在文晓老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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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色板看一眼。啊。这个小说发布时间比你的《好想和你咬耳朵》早几个星期，最大的区别就是你的文是女主视角，这个小说是男主视角。对不起，签错了，谁都不知道，原来签错只是他的借口。好想和你咬耳朵，骗你的，没签错。他眼睛会笑，甚至连男主的内心戏都完全契合。找着了，那个作者的微博。又要返校了，还在读书啊？我给他发信息问问情况。要好好问问他，他怎么能撞梗撞成这样呢？好想和你咬耳朵一文，确实是我的原创构思，我可以提供证据自证。但对于2篇文之间存在的雷同点，我也确实感到非常意外和困惑。在此向您寻疑，期待您的回复。10年前，你因为他吃尽了单恋的苦；10年后，你把这个经历编成臆想文，又被诬陷抄袭。我这不是臆想文，好吧。如果非要说的话，那也算吧。阿玉啊，妈妈昨天跟你说那个小伙子呢，人家明天正好有空，我把照片先发给你看看，好吧？你要是觉得 OK 的话，妈，我现在正忙着呢。忙365天，你哪一天不忙的？这谈恋爱工作又不起冲突的。人家李阿姨说了，这小伙子哦，工作能力很出色的。重点是啊，人家是个律师。我把照片先发给你，你要看得好的话，是吧？明天见一见，妈觉得挺好的。嗯，好。你好，我是志坤律师事务所的刘茂，这是我名片。你好，我是阮玉。哦，你好，你好。刘先生看起来比我大不了几岁，这么年轻就已经是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了，真是当得起年轻有为4个字。哦，没有，你这过奖了。我们律所是这样的，有4个合伙人，我算是做实事的那个吧，我级别不高的。啊，还有一个在国外常年居住的高级顾问，他比较厉害。定居国外，意思就是不做实事？啊，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意思是他在国外当律师。你知道，资金支持这也算是实事吧？这小子有顺风耳啊！哦，不好意思啊，阮小姐，我生活的时候不聊工作。谈一谈工作也没关系的。哦，不，真的，我这个人就是生活就是生活，工作就是工作。我的意思是，真的可以聊一聊工作。嗯。不好意思啊，刘律师，在你吃饭的时候还跟你谈工作。啊，没关系。我这个人也比较习惯在生活当中吸取经验，然后再运用到工作当中。正所谓，生活当中有工作，工作当中也有生活嘛。那刘律师，你这边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呢？从你刚才描述的这件事情来说，这个写诗人他是比你在网上先发表的文章，理论上，他就没有抄袭你。而且你也说了。从事发到现在，他既没有出现过，也没有表明过立场，那他就不能被算作是被告。我们也不可能一个一个的去告那些在网上留言的人嘛。当然了，从实际的操作上来看的话呢，是可行的，但是我不建议你这样做。
费力不讨好，而且收效甚微。明白。刘律师，那你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不如让子弹飞一会儿嘛，看看这个写诗人到底想干什么。不对劲，这也太像了。哎，你记不记得我小说里有个点？当年咱们学校流行种一种罐头盆栽，大家都在种什么幸运草啊、含羞草什么的，但是我重新买了种子改造了一下，你还记得吗？记得呀，你当时不是同时种出了向日葵跟薰衣草？总算早期种田文女主。你过来看，你看写诗人这里写的，快来快来，啥？发现啥呢？你看啊，那个周末他捧着小花农罐头花离开了学校，罐头里同时开出了向日葵和薰衣草。这也太像了。对啊，真见鬼啊！到底谁呀？哎，那网站不是说9点之前要是没有明确的结果的话，就要下架你小说吗？这都几点了？您好，非常抱歉给您造成困扰。他眼睛会笑一文不是我本人的原创构思，而是根据朋友买来的一份大纲写成。对不起，侵犯了您的权益，我愿意与公众解释说明，向您公开道歉，并删除文章，注销笔名 ID。以下是我拟好的声明，请您过目。大纲泄露啊？这你大纲除了给我还给谁看过？没有啊。U 盘，那天咱俩约着咖啡厅说要聊大纲的时候，我带了个 U 盘过去，是不是落那儿了？怎么了这是？你这文，好像得火。对方说买到一本大纲。哎，你等会儿啊，你干嘛去？明，我先去趟咖啡馆，你也去一下你家。好，那个我知道，我会问他朋友在哪买的大纲呀。行，你别催，我们确定着呢啊。哥们儿，你的，谢谢啊。他问我大纲在哪儿买的。哎呀，这怎么办呀？我怎么回呀？我就说你这馊主意肯定是不行。那你直接跟他说真话吧。那更不行。他要是知道了，八成我哥那边也兜不住了。我哥要是知道我把他的草稿箱写成了小说，我会被大义灭亲的。你哥是律师，他还能知法犯法把你打死呢。他会断了我的零花钱，这跟打死我有什么区别？有道理。这样，你就跟他说，出于交易双方的保密需求，不方便透露。反正他也不知道你是谁。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会不会太对不起阮玉学姐了？哎，你说还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我哥还喜欢阮玉学姐，然后他觉得我做了一件非常好的事儿，反而奖励我呢？拉倒吧，10年了，还喜欢？你以为你哥靠白月光就能过一辈子？你也太不懂男人了。我又不是男人，我为什么要懂男人？烦请您先发表声明吧。咖啡馆里人没有看见 U 盘，现场也调过监控了，但东西实在是太小了，根本就看不清。好歹写诗人发了声明，这事儿也算过去了。我在超市买菜，等下去你家煮个小火锅，把晦气都煮干净。网文圈里都懂的套路，抄袭小透明，剽窃别人的创意，再塞点钱让对方闭嘴。这虚假的声明，温香是把网友都当傻子吧？网文圈就是被这种人带得乌烟瘴气。先和网做点正事儿吧，封杀温香，新人作家才有出头之日。温香退网，
这写诗人的笔名是刚注册的，没有读者基础，文章曝光度也很小。这事儿热度发酵这么高，应该是有人蓄意谋划的。一定是苏城啊，他就是这么阴险歹毒。你记得刚开始他才签千和网的时候，明明是自己写的烂，非要把问题都甩给他的责编，害得人家编辑小姑娘刚工作就给他搞失业了。所以这回你小心，小心自己变成待宰的羔羊。你再不垂死挣扎一下的话，你怎么下锅被涮熟你都不知道。谁跟你说我要等着乖乖被宰呢？玩阴的，我们未必是他的对手，但是玩阳的，他未必是我们的对手啊。有对策？你看啊，千和网微博还有各大平台带话题、蓄意抹黑的人，不出意外应该都是他的水军。这种大规模有预谋的造谣行为，我告他一个侵犯名誉权，不过分吧？详情对象没少出谋划策啊。我明天约了他律所谈，但愿不要出现什么意外吧。啊，您好，我约了刘茂，刘律师。哦，好的，我帮您查一下啊。来，阮小姐，请进。谢谢。刘律师，我来就好。啊，没关系，顺手的事儿。我来，谢谢。你们两个认识吗？不，你不认识。不认识。哦，嗨，那我来介绍一下啊，这个就是我们律所的法律顾问许怀颂。你好，这位就是我们本案的委托人，阮玉，阮小姐，小说作家，擅长言情题材。许律师是怎么知道的？你的资料我了解过。那你都了解多少了？你是指案子，还是人，或者你的小说内容？哈，许律师的意思呢是，面谈前我们都会了解一下当事人的基础信息，这也是我们作为律师的一个基本素养，是吧？啊，该了解的也都了解了。哦，小说还没看是吧？哦，对了，阮小姐，小说你带来了吧？带了。哦，那就行，等会儿直接交给许律师就行了。来，坐吧。这本小说可是写满了对许怀颂从肉体到心灵的全方位臆想。现在要我把它
交给许怀松本人，还要针对这些意向，跟他本人进行法律层面的深入探讨。两位律师，常言道，得饶人处且饶人，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救人命，胜造七级浮屠。阮小姐的意思是？我的意思是，我突然不想告了。不想告了？啊。你想清楚了啊？主人来电话了。哦，稍等我一下，我得接个电话，不好意思啊。主人，快接电话。喂，什么快递啊？还需要亲自签收啊？哦，好，来了。突然就不告了？我表现不好吗？竟然都没怎么变，岁月对他可真够慷慨的。阮小姐对我有什么意见吗？没有，不敢。我是在感叹自己命运坎坷呢。怎么了，许律师？哎，抱歉啊，楼下有个快递需要我亲自签收一下。怎么样，阮小姐，考虑好了吗？刘律师，我考虑清楚了。行，那也尊重你的决定吧。之前我也遇到过不少在临阵就犹豫的委托人，但是在犹豫之后呢，他们还是会选择诉讼的。没关系，再好好想想。刘律师说的是离婚案的委托人吧？这两人关系不好吗？谢谢刘律师。我回去会再想想的。行，我送送你吧。不用了，你忙你的吧。这个时候来回跑一趟，还得耽误饭点。我不忙，正好我想请你吃个饭。那还是我请你吧，太麻烦你了。这样。西餐。他住那儿附近确实有个西餐厅，可以。
你们约好一起吃午饭了？我给忘了。好，要不咱下次？可是，他已经下去了。没事儿，我就跟他说一声，走吧。你先上去等我，我把阮玉送完了，回来找你吃饭，行吗？楼上有床啊。这个时候要倒时差睡觉吗？走吧。哎，刘律，车钥匙我给你放车里了，那我就先上去了。好，谢谢。那先送阮小姐吧。谢谢。哎，谢谢刘律师。没事，阮玉，咱们坐后边一样，后边更舒服啊。谢谢刘律师。自己关吧。刘律师，我先不回家了，送我去朋友那可以吗？好啊。不会绕路的，去那边会更近。行，没问题。那你把地址发给我。好。阮小姐，方不方便问一下，去什么朋友家呀？你问的也太直接了吧？那你问。去我编辑那儿。哦，好。去编辑那儿啊？怎么了？案子没谈成？明，你知道我今天遇到谁了吗？刘茂啊，他跟你表白了？是许怀颂。明，我遇到3次元的许怀颂了。啊？不对劲啊！我关心我的相亲对象这事儿是正常的，那请问你跟着瞎操什么心呢？我了解我当事人的行程，有什么问题吗？人家都已经开始相亲找男朋友了，他能去哪儿？肯定就是去普通朋友家。这会儿你倒是马后炮起来了。那万一他相亲是为了给家里人交差呢？你还能比我了解我的相亲对象吗？早上起来在公司那电话也是你安排人给我打的吧？故意把我支走。反射弧可真够长的，怎么当上律师的？前女友啊？怎么说呢？情况有些复杂。还有什么比前任关系更复杂的吗？债务人和债权人的关系不复杂。啊？欠你钱啊？没有。不是，那到底什么关系？你倒是说一把话说清楚点啊！中餐还是西餐？哎呦，不说拉倒。
我吃什么都行，不饿，看你吧。哎，这次回来什么时候走啊？明天。昨天不才回来吗？明天就着急走啊？距离我委托人的庭审只剩不到48小时了，你说我急不急？那你干嘛非挑这时候回来呀？到底什么事儿能比庭审更重要？Excuse me。喂，哥，我好像做错了一件事儿，我好像把阮玉学姐给害了。你刚刚说谁？就是阮玉学姐，你忘了吗？飞回来10几个小时，待1天，飞回去又10几个小时，我看你是要疯了。换谁谁不疯？疯了，我真的要疯了。谁当初信誓旦旦的说自己不会被发现的？太玄幻了，我也没想到真的会闹到本尊那儿去啊！小说都不敢这么写，怎么办呀？我说小说是我亲身经历的那条微博，是连带着澄清大纲、创作时间的视频一起发的，既不能删，也不能改。万一他要是看到了怎么办？啊？这个你先别担心嘛，他不是美国精英律师吗？应该没有闲工夫翻你微博。而且你不是说他都没认出你吗？那万一他看到第23章内容怎么办？那场春梦是你自己要加的啊！不，我现在就把那张锁起来。哎呀，我先锁起来。哎，不过说正经的，你就因为这点破事你不告了？告，我肯定要告的。我就不相信了，杭市就没有更靠谱的律所了。版权纠纷这块呢，我们熟，包你赢的。但你现在是什么级别的作家？写本书能挣多少钱？阮律师，我们陈律师的意思是，这种案子最好还是庭下和解。我们陈律师的意思是，打舆论战要花不少钱。我们陈律师，你现在马上关注我，然后我们公开的进行一些互动，先把热度做起来。让那个什么张律师给往那滚出来！这成天炒作来炒作去的，到底是做律师还是做网红啊？我要告他！有句话可说的真对，这世界就是个巨大的草台班子。樊律师肯定不是那种草台班子上唱大戏的主儿。要说志坤是杭市律师界年轻一代的翘楚，樊律师和鼎正绝对是老牌品质的保障，除了收费贵，没有任何缺点。这个案子啊，简单的说呢，就是要证明你的大纲失窃了。那能不能通过对比2部作品的文字表达，证明我和对方作者的内容实际并不相似，从而说明我是原创的，并不侵权呢？这条路径目前来看难度较大，情节上确实有很多的相似之处，可能对你不利。证明大纲失窃是最直接简单的方式。您说的这些我都明白，但是事实上这2部作品只是看起来有些相似。我作为一个原创作者，希望得到法律上的认可。冉小姐，不好意思，我是律师，不是你的公关团队，无法支持你的文人情怀。明白。哦，冉小姐，友情提示一下，我不认为有哪位律师会采纳你的意见。你和樊律师聊得怎么样？樊律师听了我的诉求，差点直接送客了。不过按照我的想法来，确实有可能吃力不讨好。喂，刘律师。哎，阮玉。啊，我打过来就想问问你，考虑的怎么样了？真不告了吗？刘律师，
在你的设想里，我这个案子应该怎么处理呢？证明大纲失窃，这个是最简单的办法吧？啊，怎么了？是遇到什么困难了吗？有什么事儿你可以跟我说，即便我不是你的律师，我们不也是朋友吗？我是在想，我能不能在这个案子里证明自己作品的原创性呢？这个事情其实，没关系，刘律师，我明白的。可以。可以。刘律师，如果你是出于对朋友的帮助的话，不用勉强的。我也知道。当然不是了，这不勉强。不勉强，不勉强。你那边是开免提了吗，刘律师？哦，对，啊，不好意思啊，阮玉，稍等我一下，我得签署2份文件。好。什么指示啊？证明你的原创性，虽然不是必要证据，但作为辅证，也可能对诉讼结果产生有利影响。这个诉求可以实现。那你不担心对比结果不理想吗？稍等，我再签署2份文件。哦，好。在国内这种案件最简单的就是要从大纲失窃入手，跟您在国外的那套玩法不一样的。在哪个国家都得从大纲失窃入手。咱刚才说的不一直都是？那万一要是大纲根本就没失窃呢？什么意思？刘律师，你还在吗？要是你那边比较忙的话，不然我们晚一点再说。快点儿啊！我哪有那么多文件要签啊？不管对比结果是不是理想，我认为真正的原创值得一次这样的尝试。真的吗？那太谢谢你了，刘律师。不客气，再见。这案子不能这样啊！你现在这不是属于强买强卖吗？啊，这杭市这么多律所，你干嘛非要让人选志坤啊？因为这个案子，只有我知道怎么打。只有我知道怎么打。哦，不会是因为我吧？啊？哎呦，干嘛这么大费周折呢？直接跟我讲不就好了吗？不过话说回来啊，阮玉确实是我这些年的相亲对象里边最好的一个，长得漂亮，又有学识，还是个作家。我是个律师。作家配律师，传出去也是一段佳话。行，那我倒是要看看你第几集能跟他好上。电视剧看多了吧你？哎，晚上一起吃饭啊？不去了。那你去哪儿啊？苏轼。不吃正好，工作局变约会局。阮小姐，晚上见。律师配作家，传出去是佳话，还挺顺。哥，你回来啦？你什么时候回来的？你是为那件事回来的吗？哦，不问就不问呗。哥，你晚上回家吃饭呗。外面吃。
哎呀，别呀！其实妈妈可想你了。放学接你。去你上次发的那家。好，那说好了，放学之后不见不散。爱你。嗯。宋哥。嗯。哎呦，你看我这脑子，我还得回去一趟。诗诗干什么去了？你知道宋哥，诗诗是你叫的吗？别仗着自己年纪大就乱占别人女孩子便宜。你是诗诗的同学啊？我们可是实打实的哥们儿，不只是同学。还不只是同学，那还有什么关系？关你什么事儿啊？啊，你是想了解他，从我这里套话是吧？没门儿。诗诗她没告诉你我是谁啊？你呀，你不就是那个又帅又有钱又舍得给他花钱的男人？诗诗平时都是这么夸我的呀。不就是几个钱吗？谁没有啊？我告诉你，你要是再对许怀诗不怀好意，我饶不了你。哥，你还没走呢？啊，这就是我跟你提到的同学赵毅，你们已经见过了吧？你就是赵毅啊？不光见过了，还知道你们俩不只是同学的关系。赵毅，你跟我宋哥胡说什么了？宋哥不应该姓宋吗？那我还师姐呢，许怀宋，我亲哥，有问题吗？没问题，许哥。许哥，今天晚上还有工作，不陪你吃饭。哎，啊？哎，刘先生，您的朋友已经到了，我带您过去。哦，好，谢谢。你不是去苏市了？这么快就回来了？宋哥不应该姓宋吗？哎，咱们刘律师这回认真的吗？这衣服特贵，买了都没见他穿过。谁呀？这女主我认识吗？就是打名誉权官司的阮小姐呀。刘律师下午就出了合同，今晚必须拿下。拿下合同还是拿下人呢？如果我选择志坤的话，那我的代理律师是不是刘律师你啊？是我。那我们会按照电话里的方案来推进，对吗？哦，那是自然。我们会适时的提供一些法律建议，绝不会违背当事人的意愿。太好了，我相信刘律师的专业。那咱赶紧把合同签了吧。啊，这么快吗？不急，合同晚几天也没关系。至于网上的舆论发酵，耽误几天而已，问题也不大，是吧，刘律师？怎么就问题不大呢？不行，这个事情耽误不了。舆论多发酵一天，我们就多承担一份风险。阮月，你仔细看一下合同，有什么问题现在就问我，不用见外啊。2份合同我都已经签好字了。好。我没什么问题。
刘律师，起诉的话，我需要准备什么资料呢？当务之急是尽快把网络平台上污蔑、诽谤你的关键记录到公证处进行网络证据保全，我会协助你。另外，暂时不要对外透露你起诉的意愿，以免打草惊蛇。至于其他的，哦，等一下，我的代理人不是刘律师你吗？徐律师，你也要参与吗？刘律师出席庭审，我参与被诉。哦，但是我没有办法同时支付2位律师的委托费。哦，这个你不用担心，他是个人学习，不用向他支付费用。再说了，咱俩这关系，我可以给你打一个8折。谢谢你，刘律师。其实我也有几个业内的朋友有著作权纠纷的官司，我可以介绍许律师去他们那边研究学习。我倒是没意见。刘律师同意吗？毕竟这个也不是志坤的案子，所以如果许律去参与的话，在所里面影响也不太好，是吧？许律师，我理解了你参与背诵的意思是，你会在案件的思路上帮助刘律师，而不是全部背诉的第一步，全面了解案情。所以所有的资料你都要看，包括小说的全部内容。阮小姐的小说里是有什么不方便透露的内容吗？没有。行，合同咱也签了，我拉一个工作群吧，这样日后我们好沟通嘛，好吗？好的。前方1000米，即将驶入机场快速路。我们案件中小说情节梳理这部分由许律师来负责，有什么问题，随时都可以问他。刘律师，小说情节梳理这部分，我是不是可以直接跟你对啊？在反调色盘的对比上，许律师更有经验。我是觉得许律师在国外有时差，太不方便了，而且他应该比较忙。时差问题你不用担心，他是个夜猫子，而且就算再忙，也得看在我的面子上为这个案子挤出时间。资料整理完以后，你可以直接发到群里。喂，兄弟，这个案件类型是你擅长的吧？你让我在群里头说这个案件你负责，我做了，结果人家阮玉说话，你又装死，什么意思啊？你这样搞我很难做人的。你如果实在觉得处在中间很难受的话，要不坐过来？
哎呦，你可以让他直接加我的微信。我看出来了，你这次突然回来就是为了阮玉。诗诗犯了点事儿。这个理由好烂呀，真的假的？你有时间在这八卦，不如让当事人直接联系我。不对呀，让人家主动联系你干什么？哎呦，不会是你加了人家，结果人家没有通过？瞎说！哎呦，那就是栽种了哦。看来在被拒绝的方面，刘律师比我有经验啊。有事没事挂了啊。哎，我还没挂呢。什么不比你有经验啊？这是我初步整理的诽谤记录。今早我已经到公证处做过证据保全了，辛苦两位律师看看还有什么要补充的。不然你单独加他微信吧，他工作群太多了，可能有的时候看不过来。我加许怀颂的微信。4308。当年把他的个人资料来回翻了3年，都没找到理由加他好友。10年后，这理由倒是来了。老天是不是也太造化弄人了？该说什么呢？许律师，你好，我是阮玉。不行，这太正式了。不行，这太呆板了。哎，那怎么办呀？不行，不能加。这单独跟他聊小说内容也太尴尬了，万一我露馅了呢？人家一个外行的小姑娘，居然宁愿单独摸索着去做证据保全，也没让你协助，看来是真不想跟你打交道啊。怎么加上好友的？那我刚刚的验证信息内容是什么？啊？来走。
在加州当律师，许怀松应该不是这么清闲的人吧？不会干等我的。许律师，实在抱歉，我起晚了。你现在有空吗？那直接开始吗？面谈吧。他不是在旧金山吗？视频。视频。不好意思，我现在不太方便。多久？都说在前男友面前不能输阵，前男神跟前男友只差了1个字，这么邋里邋遢也不行吧？10分钟。正式了吧？不行不行。许律师，我这边可以了。许律师好。阮小姐的原稿篇幅有点长，我先粗略的过一下。比较长的话也可以不看。写的还不错。可以看得下去。谢谢。
许怀颂这个家还真是冷不溜秋，毫无生气啊。许律师，你喝的这是黑咖啡吧？这么大口喝黑咖啡，我还是头一次见的。习惯了。反调色盘的制作有什么想法吗？啊。阮玉啊，阮玉，你在干什么？许律师，不好意思啊，我去拿一下资料。那个，许律师，我去拿一下资料。许律师，那个，之前呢，一位业内的朋友已经帮我做了一部分的反调色盘了。我从中摘取了几个例子，觉得可以作为反击的方向。说说看。第一个方向是情节上的，比如我在第10章写到的男主角和几个配角的对手戏，就是吃炸鸡那个情节。吃，你放学弄个梯子来，放后门墙根那儿啊。什么梯子干什么呀？你明知故问，当然是翻墙出去买炸鸡啊。许怀颂这种清冷优雅和露水长大的人，难道会跟他们沆瀣一气，为贪吃炸鸡违反校规吗？你作业写完了吗你？我没兴趣。什么写啥呢？写什么作业呀？你不去，你不去，我把手机给老阮了。哎呀，完了！要是交给我爸那暴脾气，许怀颂就完蛋了。吃炸鸡不行，我得想想办法。去不去啊？谢谢老师，等我用完了，我马上给您还回来。不急的，这个梯子啊，让老师慢慢用，回头得空还回来就行啊。谢谢老师。许怀颂，这下他们不会为难你了吧？就算是真实发生的事儿，但过了这么多年，他应该也不记得了吧？这个情节怎么了？这个情节写诗人那边也有，但是仔细看，我们的描写意图是完全不一样的。我这边是女主视角，写这个情节是为了体现她的暗恋心迹，但是写诗人那边是男主视角，后续是一段男主角的心理描写，说他其实很喜欢吃炸鸡，但只是因为当时女主角就在附近，他觉得翻墙这个行为很丢脸，所以才故意表现得不食人间烟火。我觉得写诗人写这个情节是为了体现男主角的表里不一。你没事吧，许律师？
所以，后来把梯子还回去了，你有挨罚吗？他问的是我，不是书里的女主。难道他已经看过我的微博，知道这是我的亲身经历啦？许律师，你看过我的微博吗？没有啊。阮小姐的微博有什么我需要特别关注的吗？如果有，我现在可以看一下。没有没有，都是些不重要的东西，没有什么需要看的。我们继续。刚刚说了哪儿了？哦，刚刚说到我把梯子……哎呀，不是，我都被许律师你说晕了。许律师，我纠正一下，我们现在聊的不是我本人，我们说的是我小说里的主人公，而且你刚才那个问题跟我们的案子也没什么关系吧？阮小姐，为了这个案子能够取得我们双方共同的满意，作为你的代理律师，我希望你能够100%的信任我，而不是质疑我的专业能力。哦，那女主有没有受罚，跟这个案子到底有什么关系啊？写生人写了啊。第二天，男主看到了女主在罚站。如果说你的女主也挨罚了，幸好我觉得女主太惨了，所以没把这段写进去。许律师，你真是目光如炬，我刚刚差点错怪你了，不好意思啊。继续第二个情节吧。哦，第二个方向是人设上的。虽然呢，这两本书有很多撞梗的地方，但是男主的人设其实很不一样的。在我的小说里，男主安静优雅，成熟稳重，虽然性格高冷，但是内心很温柔，还是很有内涵的学霸。哥，我又把阮玉学姐的小说重新看了一遍，怎么在她那儿你就成了这么一朵高岭之花了呢？哥，你以前是不是每天在她面前装模作样啊？哦，现在看来阮玉学姐应该喜欢那种调调的。哥，你要小心哦，不要人生崩塌哦。你作业太少了。但写诗人那边的男主，我总感觉，如果说我的男主气质比较像是《流星花园》里的花泽类，那写诗人的男主反而有点像《流星花园》里的道明寺。别动啊！这是我给阮玉的。哦，阮玉，又是给阮玉的，这个给阮玉的。天天来追啊，那必须。喂，女人，刚在食堂看到你爱吃的烤玉米，拿去。不必，又是你啊！什么十班道明寺？你以为你什么霸道总裁吗？哼，幼稚！看什么看啊？不知道阮玉是我看上的人啊？我没有把你告到老阮面前，已经很给你面子了。你要是再对我死缠烂打，打扰我学习，咱们就教导主任办公室见。阮玉。
还有，道明寺了不起啊？我喜欢的是花泽类。不好意思啊，你刚刚说什么？哦，我可能说的太复杂了，简单总结一下就是，我觉得写诗人的男主很贪玩，很幼稚。那个年龄的男生，不都差不多？怎么没有？怎么会差不多呢？写诗人的男主跟我的男主可差太多了。你看他成天为了炸鸡可乐费尽心机的，这还不贪玩吗？而且他为了博得女主好感，每天都在女主面前装模作样，这还不幼稚吗？这跟我的男主一点就不一样。我记得后面还有一些情节可以证明，你等等，我找给你看看。不等了，今天的会就先到这儿，改天继续。这么突然就挂了吗？怎么好像还有点生气啊？我说的又不是他。做啥梦呢，大兄弟？能问出这种问题，那这辈子是铁定做不了高冷贵族了。高冷要优雅，要胸有成竹。这么高冷吗？不对劲，很不对劲。许律师，你睡了吗？没什么要紧事儿，我就是想请教一下，今天的会上我是不是哪里说的不对？你怎么突然挂了视频啊？没有，当时来了别的工作。不过我也确实认为，阮小姐带着强烈的个人情感，大肆批判对方的男主，这样不客观、不理性的状态，并不适合继续谈案。原来是因为这样，太严格了吧？许律师，你误会我了，我那只是因为看你不认可两个男主的不同，有点着急。我认。喜欢的根本就不是我，这牌怎么摊？怎么了？总感觉有人在看我们，怪怪的。是大白天的，你要从言情频道转到惊悚故事了？挑你的吧，要哪个？跳完了。转学姐，哎，真的是你？
问你是？我是岑思思啊，学姐，你不记得我了？啊！天哪，学姐，我真的好久都没见你了。我刚刚在那边偷瞄你半天，我还怕认错人呢。哎，你毕业以后就留在杭市了是吗？嗯。这是我们大学学妹岑思思，跟我一样是中文系的。哦。这是我的好闺蜜沈明英。呀，沈学姐好。哎，我记起来了，那时候你跟阮学姐都跟石灿在文艺部，对吧？我跟石灿是发小，我去看他的时候见过你好多次呢。看你们仨从早到晚都泡在文艺部里，真好。哎，对了，过几天他在杭市有个演出呢，你们没约着见一见？我们现在联系的不多，确实也不知道他的行程。哦，确实是他去年回国发展之后，确实挺忙的，就连家里人都很少能见得到他。但是你说再怎么忙，也不能忘了老朋友，对吧？这样，改天我约他时间，咱们几个一起聚一聚，可以吧？哎，学姐，你现在在做什么工作呀？算是自由职业吧。啊，不会是作家吧？算不上，也就是个普通写手。你呢？毕业以后找什么工作？啊，我呀，我就是在家里的公司上班呢。不过咱们学校真的是人才辈出啊！你看石灿是大明星，学姐你又是知名作家。不过我倒是认识几个网络作家，这个圈子好像挺不好混的，他们也都挺不容易的。我还好吧，我比较佛系，自己写的开心就好。啊，是，现在网络舆论环境也不太好，学姐你能看开点挺好的。不好意思，接个电话。你客气什么啊，你忙。许律师，刚刚得到法院那边的消息，案子进展到追加被告这一环了。这么快啊？许律师，你那边应该很晚了，还在工作？失眠，习惯了。啊。我打电话过来就是想问问你，不知道是不是巧合，你可能和被告认识。认识。他跟你是大学同系，低你2届。他也是恒大的。没错，他叫岑思思，有印象吗？我正在跟他一起吃甜品呢。看来从之前网上泼脏水到今天的偶遇，可能都不是巧合。网文圈里都懂的套路，抄袭小透明，剽窃别人的创意，再塞点钱让对方闭嘴。这虚假的声明，温香是把网友都当傻子吧？1年不写东西，到底是灵感枯竭还是没得可抄了？以前那些作品真是他自己写的吗？学姐，你没事吧？你怎么了？你是不是不舒服啊？我看你脸色怎么不太好？学姐，你怎么了？没事吧？学妹，你是不是在千和网有个叫苏成的笔名啊？啊，你，学姐你是神仙吗？我不是神仙，我是温香。直接坦白局啊！我干脆找个法官来这儿给你俩开庭得了。学姐，你没跟我开玩笑吧？
说是世界也太小了吧？那微博上我，哎呦我的妈呀！妈呀！啊，我冷静一下。学姐，不是，你看，这事儿误会大了。我要是早知道温香是你，我肯定不会发那条微博的。是吗？嗯，为什么呢？你肯定不会干抄袭这种事儿啊。学姐，你是不是把我给告了？你看，这误会可闹大了。我要是早就知道苏晨是你的话，那我就早点告了。本来也是我做的不对，学姐。我也没有想把事情闹大。如果你真的觉得是误会的话，我们也可以考虑和解。真的啊，学姐，那太好了。这事要是让我爸知道的话，他得骂死我。要是石灿也知道了，那他得多为难呀。学姐，你要是愿意原谅我的话，我一定公开向你道歉，争取消除对你所有的负面影响。我以后绝对再也不犯蠢了。你就是让我当牛做马，我都愿意。你也知道你做人不行啊，多大的事儿啊！但是和解程序我确实不太懂。和解当然要跟律师谈啊，关键我们不懂流程，万一谈错了，那不是给以后制造麻烦？也是，官司的事情也不是我们自己能说了算的。你明天有空吗？明天？我明天公司可能要开一天会，我可能走不开。学姐后天可以吗？也行。那法庭那儿，我可以让他们暂缓流程，你不用担心。加个微信吧，方便我们后面联系。好。这是整理好的和苏晨的对话内容，辛苦两位律师看一下。从对话内容判断，岑思思可能真的不知道你就是温香。不一定。事情比较复杂，明天当面聊一下吧。两位什么时间方便？明天下午1点可以吗？我这边没问题啊，许律师。推迟4个小时。啊？你那边岂不是凌晨啊？时间上午都可以的，以许律师为准就好。行，阮月，那明天咱们就下午5点公司见。谢谢 ，Thank you。OK， 这边。许律师，真是太感谢您了。要是没有您，我们这异国他乡的摊上官司，不定让他们欺负成什么样了。法律的目的，是为了公正的保护和救济无辜者，这也是我们律师应该做的。话是这么说，但我们就是一帮穷打工的，只有您愿意公益为我们打官司，还前前后后做了这么多的工作。总之，谢谢。谢谢你，出门在外，还是得靠咱们自己同胞。行，那就不耽误你工作了。我先走了。
喂，哎呀，气死我了！那个苏城竟然怂恿我起诉阮玉学姐，我发给你看。思来想去，还是建议你起诉文香，毕竟他侵犯了你的著作权。妹妹，你刚进入网文市场，不知道温香抄袭的举动会给你后续带来多大的伤害。你看到了吗？那我怎么办呀？那就让他先证明，他就是苏城本人。许律师应该是睡了吧？他那边已经凌晨了。嗯，也是。那咱不等他了，没事。许律师不在，这不还有个刘律师呢吗？是吧？那咱接着昨天的话题聊。好。陈思思给我的感觉是有些用力过猛的。在我跟他说我是温香以后，他下巴突然猛地磕到玻璃杯上，眼睛都痛得开始闪泪花了，揉了好半天才说，不会是开玩笑吧什么的。还有，他被戳穿了以后满脸通红，拼命的用手扇风，这些动作在当时看起来只是显得他很震惊，但后来我越琢磨越觉得不太对劲。你的意思是他都是演的？他应该是没有想到我会这么直接的摊牌，所以他那些夸张的动作，我觉得是为了转移我的注意力，好为自己的反应多争取一些时间。所以，我认为他还有后手。后手？不会的，哪有那么多后手？你们这作家是不是想象力太丰富了？可是他的那些行为确实让我……许律师，你怎么回国了？你不说律所见吗？这什么呀？陈思思的后手。这也太绿茶了吧！不好意思啊，有点激动。绿茶是？你照照镜子就知道了。不过我有个疑问啊，你们是怎么联系上写诗人的？我之前联系过他，他总是神神秘秘的，最多也就只愿意出一个声明。现在他居然能配合你们当卧底。我们是专业的律师，当然也要有一些专业的办法了，要不然你这代理费我们不是白拿了吗？那像陈思思这种故意上门挑衅，而且明里一套背后一套的人，请问两位专业的律师，我们接下来应该如何应对？等会儿他要是问你接下来怎么办，你就说拉黑被告，出清。为什么？拿出点律师的专业精神来好吗？这种时候应该再做一次网络证据保全。我知道，你按我说的答就行了。要是真的很讨厌这个陈思思的话，直接给他拉黑也行。你小学生啊！现在证据都给你送上来了，当然是要协助当事人再做一次网络证据保全。这俩人的关系，对呀，对。刘律师有句话，我确实不应该说。不过你作为我们律所的合伙人，确实应该再提升一下自己的办案能力和业务水平吧。以你目前在这个案子上的表现来看，我建议还是由我
来做主要对接。已经这么剑拔弩张了。好啊，好啊，好啊！刘律师，别往心里去。许怀颂啊，你个老狐狸啊！谢谢两位律师了。他的电话有吗？陈思思的吗？对，有。录音取证，会吗？你是说陈思思还不知道自己被写诗人出卖了？我可以假装不知情，向他套话。嗯。不太会。许律师能教教我吗？如何有效地进行电话录音？我们要试图去引导对方在第一时间就确认身份。我明白了，就是说不能跟他绕太长的时间，要尽快引他说出重点。没错，所以有信心吗？我大概了解他的心态，可以试试。啊，明天中午12点的时候，我给他打电话，那个点呢刚吃过午饭，脑供血少，他的反应力会下降，没准就不容易起疑心了。瑞月，那明天你吃完午饭以后，你的思考能力会不会也下降啊？别担心，刘律师，我可以提前吃饭。行。哎呦，一说到吃饭，咱是不是也应该把今天的晚饭吃了？都这个点了，不好意思啊，打扰到这么晚。要不我请你，还有许律师一起吃个晚饭吧。行啊。非常感谢这段时间许律师还有刘律师对我的关照。哎呀，文月，这么说就太客气了啊，这我们应该做的嘛。我开车了，就不喝了。啊，那许律师你喝点别的。给你点一可乐。不健康。你好，帮我来一杯柠檬水，谢谢。好的。阮玉，咱们喝。也是，工作压力大，喝点养生的比较好。是。来，尝尝这个。认识啊？阮小姐，我提醒一下，未经他人允许擅自拍摄他人照片，会有一定的法律风险。我不光要拍照，我还要抡拳头呢。啊？要帮忙吗？不用了，私事。你欣赏这款香水，味道很不错。我是专门见您挑选的，您不觉得很符合你优雅的气质吗？是吗？这个香水是我陪你女朋友买的，我怎么不觉得它符合这位小姐的气质呢？阮玉，这么巧啊？是啊，无巧不成书嘛。要是不巧的话，我还看不到这一幕呢。你觉得那人是谁啊？你没听他刚才说吗？私事儿，肯定前男友啊。都前男友了，有必要这么生气？没有爱，哪来的恨呢？这就是心里没放下。
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跟我谈商务合作的林老板，这位是我是张川女朋友的闺蜜。林老板应该不知道张川有女朋友吧？不过也是，谈生意嘛，又不是谈恋爱，也不需要交代家底，是不是张川？对。想和我谈生意的人多了，你算老几？我凭什么和你谈？林，阮玉，你真的误会我了。我误会什么？真的在……什么情况？这谁啊？我女朋友闺蜜。管的有点太宽了吧？我们好好的合作，你给我搅黄了。你们那是正经谈合作吗？什么合作需要摸着他的手谈啊？摸下手怎么了？我摸一下你的手又怎么了？你干嘛？我想摸呀！我就。你又是谁呀？我是他的律师。这位先生，我想我有必要提醒你，根据《民法典》第1010条，违背他人意愿，以肢体行为对他人实施性骚扰的，受害人有权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吃饭带个律师，什么大人物？别闹了，怎么办？合作怎么办？没事吧？吃吧。不好意思啊，刚才因为一点私事耽误了我们吃饭的时间。哎呀，你这么说又见外了。没事，我们都吃得挺好，是吧，怀松？嗯。不过你好像要迟到了。啊？下个当事人的会面。对，哎呦，你看，得亏你提醒我一下，你不说我都忘了。阮玉，我还有点事儿呢，我就不能送你了。让他送你。啊，不用麻烦了，我打车就可以了。哎，别打车，不安全，万一再碰上刚才那2个人呢？你。上车。去吧。那谢谢许律师了。要不要告诉他？你如果需要法律帮助的话，可以说。哦，好。不过暂时还没到那个地步。许律师，你说，如果看到自己的男朋友在摸其他女人的手，是不是就可以断定为他在劈腿？你确定那还是男朋友？当然确定了。于情可以，但于理，证据不足。这都摸上手了，还不能断定为他是在劈腿吗？不能算作确凿的证据，但你有和他分手的权利。我和他分手，
嗯。许律师，你误会了，那个人是我闺蜜的男朋友。抱歉，是我理解错了。没事儿，我就是在纠结到底要不要把照片发给他。这万一把照片发给他，结果是我误会了，那岂不是在惹事儿？可如果他真的是个渣男，在劈腿的话，如果他们真的相爱，不会因为你发了一张照片而分手。如果他们本来就存在信任危机，就算你不发这张照片，他们这段感情也迟早会走到头。有道理哎。许律师，你在感情方面还挺有见解跟经验的。许律师，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在国外也会接一些离婚案，看得多了，经验自然就会多一些。这样啊。我说的也不一定对，你自己考虑考虑，再做决定吧。谢谢你啊，许律师。回想过去的画面，匆忙写下的句点，路过多少个日月，没有言语的离别，朦胧视线的边缘，风吹散过往的碎片，思绪弥漫眼前，凝结成云烟，随即无声飘远。记忆的每一篇，已泛黄的昨天，翻过枝叶，你却印在每个故事背面，不停在浮现。不好意思啊，许律师，我不小心睡着了。
我们什么时候到的？刚到，正要叫你。啊，谢谢你送我回来。不客气。啊，那我先走了。许律师，你路上注意安全。嗯，再见。嗯。闸机快到了，阮玉也快到了，准备准备好了。这才11点，他不是12点到吗？他怕错过最好的那个打电话的时间，所以说他提前1个小时出门了。怎么接电话呀？哎，你好。你好。问一下，那个志坤律师事务所是这儿吗？嗯，是的。这是那个叫什么许怀茶的外卖这是？啊，你好。啊，请问是许怀送的外卖吗？啊，好像是的。啊，那你给我，我给你带上去。啊，麻烦你了，谢谢啊。接电话。哎，许律师，你的外卖。外卖？我没点外卖。这上面写了你的名字。那一定是送错了。我从来都不吃外卖，另外我也没有国内的订餐软件。哦，哎，在这儿呢你。哟，阮月，你到了。你订的炸鸡呢？我给你买的可乐都送到楼下了，可乐配炸鸡绝配，兄弟。炸鸡呢？这儿。哎，你给拿上来的，那正好，咱一块儿吃。哥，别说，婉玉学姐现在可能已经不喜欢你了。就算还有点什么，她心里那个人也根本不是真的你。她连你爱吃炸鸡也不知道吧？哼哼，你要是摊牌了，她能接受真实的你吗？刘律最近跟律所的同事组了一个减肥小组，谁要是点了外卖被别人发现了，就要在公司的群里发红包。不过没关系啊，刘律，下次如果还想吃的话，还是可以以我的名义，我会帮你瞒着。但是我要提醒一下，炸鸡非常不健康，以后要少吃。嗯，行，好嘞，明白。那许律，你自律？当然。哎，好嘞，来，阮玉，我给你倒点可乐吧。可乐配炸鸡，哎呀，完美。谢谢。许律，你也就别喝可乐了，可乐也不健康。真好吃。很香哦。明明，你想吃鸡腿吧？你吃。你刚不还说过能吃2个大鸡腿吗？我想吃黄瓜炒鸡蛋，我吃这个就行。鸡腿无所欲也，许怀颂亦无所欲也，两者不可得兼，舍鸡腿而取许怀颂者也。真不吃啊？不爱吃，那就归我了。
我正好出门前也吃过饭了，现在也不饿。刘律师，你多吃点。哦，你也不吃？那蕊蕊，你把这个饮料喝了吧。香啊！徐律师，你喝点饮料吧，这个应该是你爱喝的，也比较健康。谢谢。送亲一杯纯正黑咖啡，祝亲开启活力的一天。上回许律师喝咖啡也像喝可乐一样，不苦吗？习惯了。许律师，你喝的是什么呀？黑咖啡吗？我还是头一次见人喝黑咖啡喝这么大口的。习惯了。可有些事情啊，苦不苦的，只有自己才知道，对吧，许律师？真好吃。